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彪哥。玄武火腿呢，肥瘦适中，肥而不腻。那么一般我们说的肥瘦适中型呢，是指这种2到3指的底标。之前跟大家介绍过，我们最肥的火腿是那种8张标，然后最瘦的也是1指的底标左右。那么今天给大家开的这条火腿呢，是一条非常标准的3年火腿。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发酵满3年的火腿呢，基本上属于半熟品。特别像这条火腿的话，它的肥瘦比较适中，是属于这种2指的底标。一般我们看火腿的肥瘦是看火腿的这个下方最底部的这个位置，发酵接近3年左右，像这些肥肉已经呈这种不饱和脂肪，从表面应该大家能够看得到这个肥肉比较沙，比较糯，吃到嘴里边像这种肥肉就是奶油香味比较足，也没有那种腻的感觉。那么今天呢，我就准备把这条火腿烧洗一下，打开让大家看一下品质怎么样。经常有朋友会问，这个火腿为什么要用火烧？烧这个皮呢，最主要就是为了去除这个火腿的汗腥味，并且能够有效的去除以前残留的那些毛，还有这个三叉骨。因为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像表面这些，你看，特别是像这种，发酵3年以后，像这些表面已经被风化成这个样子，所以这个三叉骨必须要去掉。那么在之前我们没有喷枪，也就是在农村老家的时候烧这个皮，我们用火烧主要就是烧火腿的皮面。那么在老家的时候呢，是用那个柴火来烧的。这条火腿太香了，破开这个三叉骨的这一刻，确实这种奶油香味比较浓郁。大家看一下，像这种肥瘦适中的火腿，这个瘦肉上面都能够看得到油润。像这种肉质，你吃到嘴里边就没有道理它会柴，是吧？吃起来就会比较滋嫩。那么农家火腿为什么底标都会这么厚？其实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饲养周期比较长。那么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我们生猪生长周期最快就是半年的时间。那么过了半年之后，它的生长速度就会放缓。那么为什么我们宣威人饲养这个生猪都会饲养1年到1年半的时间？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一个生活习惯的一个问题。因为在70、80年代的时候，我们饲养这个生猪并不是为了吃肉。像那个时候，如果说是饲养一头猪，纯粹就是为了吃肉的话，确实是感觉太奢侈。那么那个时候，我们老百姓养猪其实最大的一个需求是为了造粪。应该好多这个我们宣威农村70后、80后的朋友都不会忘记小时候放猪的时候，跟在猪屁股后边捡猪粪的日子，是吧？记得那个时候，谁家的那个粪堆大，都会招来这种羡慕嫉妒的眼光。所以像那个时候我们养猪为了猪粪也是一个时代的需要。所以现在虽然说生活条件已经变好了，但是这种饲养习惯依然在保持。虽然大家都知道这个生猪过了半年之后，它的饲养成本就是比较高的，也就是说我们农村喂一条猪基本上都是亏本。好的，现在整条火腿全部修整干净，大家看一下是不是特别漂亮？所以我们有的时候人类为了一点美食是不会计较它的成本，饲养周期稍微长一点的火腿确实肉质会更好一些。下面切开断面给大家看一下，像这个是下方部位，下方部位的话稍微确实有点肥，但如果整条火腿品质不错的话，下方的吃味它跟那个中方那些是差不多的。看一下好品质的火腿，好品质的火腿它这个瘦肉油润也是比较好，而且比较滋嫩。那么肥肉呢，它是看起来比较糯的那一种。
再把这个中方切开，让大家看一下。好的，现在断面全部打开，一条不折不扣的高品质农家火腿。像这个白点，再跟大家重复一遍，2年以上的火腿基本上都会产生这种白点，它是属于氨基酸的一种结晶，所以它并不影响我们火腿的食用。确实太香，看一下金钱、皇冠、中方、下方都非常不错。再切一刀让大家看一下。完美。好的，像这条火腿现在就已经完美的展示给大家，非常漂亮的一个火腿，下方都有这种浓浓的奶油香味。那么我们今天的视频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地方，有什么不懂或者需要问的，还是在评论区下方留言。关注彪哥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